这个就是医生给我开的一个inhalation powder，然后一共是50个，我已经用了几次了，就是把这个给划开，然后用嘴巴一吸，把这个药粉吸到肺里面，这样一个用法。据说好像是治哮喘的，感觉对我的这种新冠之后的咳嗽也有一点用吧。我前几天去墨西哥出差，在坎昆的酒店里面待了4-5天的时间，其实真的是没有出酒店，就在那里头，就是工作、开会，还有就是跟同事吃饭什么的。我自我感觉还挺注意的，基本上在室内能戴口罩都戴口罩啊，除非到屋子外面去活动，因为有很大的海风的吹，就没有太注意。但是即便如此，也还是中招了。我感觉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我这个过去的2-3年都在家里面工作，整个人的抵抗力会比较弱。另一方面，最近的这个变种可能也是传播力太强，戴口罩是不是都没什么太大用了？尤其是只有我一个人戴口罩，整个屋子的人都不戴口罩的情况下，其实这次去坎昆那边跟很多同事们、朋友们聊天，我感觉大部分都已经得过了，所以我好像是最后一波那种感觉吧。然后再加上从坎昆回波士顿的最后一天，行程特别的不顺利。我到机场去，又发现飞机被延误，后来又出机场，又在那个酒店里面住了1个晚上，又第2天又重新回机场，可能折腾的也是挺累的。所以在整个人抵抗力比较低，再加上周围的环境，因为去了好多的那个公共场所吧，就中招了。那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中招之后的一些症状，还有吃了一些药，有些有用，有些没用，我的一些经历吧，也算是加入了这场历史性大瘟疫。不是加入，也算是见证了，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生活上也受到了这场瘟疫的影响吧。我回来那天应该是个周五，我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嗓子有点紧，倒是不疼，就是有点干，有点紧。我当时感觉就心里面还是想着，也许没有什么太严重的事儿，我就喝了很多 VC 水，还有吃维生素片儿，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个嗓子痛的感觉压下去。那第2天、第3天，周六周日就感觉越来越严重了，嗓子倒没有那么疼，就开始有点发低烧。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测我的这个 COVID， 用这个家里面的antigen 测叫什么抗原的一个检测，在家里面测的15分钟的。这个检测在我刚刚开始有症状的时候测的是阴性的，我当时还觉得可能不是 COVID， 等到我的那个发烧的感觉上来之后，我再测就成阳性了，说明可能在你症状比较轻微的时候确实是测不出来的。然后我测了阳性的时候，我就又马上测了体温。其实我当时没有发很高的烧，可能连98度都不到，就是97.5、97.6，测那个腋下，按照医院的标准，可能这都不算 fever， 因为我本身平时的体温有点低，虽然对于医院的标准是没有发烧，但是根据你自己平时的体温是有点发烧的。我当时就觉得，虽然是97点多度，整个头也是疼的，然后身体的肌肉也是疼的，我就知道还是挺符合新冠的症状的。不过好在我的喉咙从来没有特别的疼过。我有听说有人觉得得了新冠之后喉咙就是像火烧一样，刀子割一样疼。然后我有准备了这个药，这个药应该是来帮助缓解嗓子痛的。我当时没有很严重，所以可能就吃了1-2颗吧，感觉它就是麻药的感觉，就是吃进去以后，整个舌头、口腔到喉咙都 numb 了，都被麻的没有知觉了。当然，另外一个一定会吃就是泰诺，在头很痛、身体很痛的时候，吃了泰诺就能够休息一下，然后包括睡个好觉，也会帮助身体的恢复。我在测体温的时候呢，还时不时测一下我的血氧，就是这个小机器。我买的是这个牌子的。我这个是在可能疫情刚开始不多久就买的。一直都我的血氧一直都挺正常的，
所以我知道我的肺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后来就这样子发低烧，发了有个2-3天，就恢复正常了，基本上没什么症状了。但是之后呢，就开始咳嗽。对，就是感觉嗓子也不疼，就有点干，然后总是想要咳嗽。自己就买了这个，在超市买的叫什么 Delsym 的咳嗽糖浆，这个我可能喝了有1-2天吧，觉得没什么用，我就停了。后来我就给医生发信，就说，我是这个情况，我有这些症状，我自己测了是阳性，你现在有什么想法？后来医生就叫我去办公室给我听了一下肺，觉得我的肺没有问题，没得什么肺炎，肺部也没有感染，所以呢，他就说，也不需要吃抗生素或者进行进一步的检查，他就给我开了一个这个inhaler，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用inhaler，我当时还研究了半天是怎么用的。如果有朋友想要学习怎么用这种样子inhaler，我也可以做一个视频。对，它是一共50次的这个 powder 的 inhalation， 然后你每转动一次它就出来，就这个数字，它每转动一次这个数字就会减1，就告诉你已经用了多少次。然后是1天2次，早一次晚一次。我就在手机上面设了一个提醒，已经用了3-4天了吧，我觉得肯定咳嗽是有好转的。但是我不知道是这个药的用处，还是我本来，对吧？就是这些病情，这个症状应该是自己就会慢慢好转的。我觉得咳嗽这个事儿还是跟工作跟休息有很大的关系。我经常就是睡好觉起来之后就真的不咳嗽了，我以为我已经好了，然后经过1天的开会啊忙碌啊，晚上又开始很严重了，就这样周而复始。所以这2天我又休假一下，我想要把这个身体好好的养好，把这个咳嗽彻底的养好。到了晚上如果咳嗽的很厉害休息不了的话，我就吃半片这个安眠药，这个也是在Amazon 上买的，就是可能副作用没有那么强，他说我就是大概1年半年再吃一次，所以应该还好吧，就是为了在生病期间能够休息得好，早一点康复。再总结一下这次生病产生的相关费用，我在我的症状已经消失，然后我自己在家里面测已经是 negative， 连续2天的情况下呢，又去测了一次那个 RPC， 就是在 CVS 的 Clinic Drive Through 那个测的，然后我再查到我的保险应该是包含的，所以这个你是可以查一下你的保险。应该大部分保险都是包含的吧。然后我去医院的时候呢，我说我咳嗽想要看医生，他们当时给我写的就是 sick， 然后一个好像普通的 office visit。那我到了医院就跟那个护士强调说，你一定要把我这次的 visit 写成是和 COVID 相关的，因为我的保险只有你这次是和 COVID 相关，它才100%的 cover， 所以这块你也是要跟医院强调一下，不要让他们给你乱扣的。现在我还没有收到医院给我的 bill， 但是我希望，因为它是 COVID 相关的，根据我那个保险公司 public 到网上的 policy， 就应该我这次相关的 visit 医生是不应该从我这里有收费的。然后这个药呢，虽然我说这个也是COVID相关的，那个医生就跟我说，但是药房并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跟这个什么病相关。你在拿这个药的时候，它这个 pharma 是怎么收就是怎么收，所以我这个药大概是不到50块钱。我觉得就我的保险就是这个情况了，就是还是要掏钱买这个药，虽然它是由 COVID 产生的。最后我忘记强调一点，就是整个这个病程过程，我觉得最有效的一个方法缓解症状让你舒服的方法，其实就是喝热水，就是喝你嗓子觉得刚好能承受的最热的程度。我是配着蜂蜜，就是蜂蜜跟很热的水来配合着喝，就是很甜的蜂蜜水加上那个热水，就在我嗓子不舒服的时候持续的这样喝1-2分钟，
3个马上就变好了，它就松弛了很多。所以stay hydrated， 多喝水以及多喝热水，对这个病情还是有帮助的。那这次我生病并没有感染到我家人，就是我老公和我儿子，因为我从墨西哥一回来，直接就钻到我屋子里面自我进行隔离了，然后每天的饭啊、水啊都是我老公送到门口，所以就还挺感谢他的。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转阴1个多星期了，他们2个都还一切正常，对，所以如果有家人住在一起的话，还是应该尽量隔离一下，有条件的话。OK， 大概这个就是我这次得新冠的一个历程总结吧，希望能够对一些朋友有帮助。